先是谨慎地环顾四周，再小心翼翼地锁紧房门，然后拔掉注射器的胶套，接着抽光瓶中的止痛药，紧接着狠狠拍打自己的手臂，随后享受地注射进自己的体内。就这样，本来憔悴的男人瞬间充满活力。本以为男人是个瘾君子，没曾想他竟是个命不久矣的癌症患者。而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只因他不想让女人发现自己隐瞒的病情，以免打断与他的幸福生活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真相终将无法长久隐匿。待注射完毕，他悄悄地将残留物装进垃圾袋，于是趁着客人和女友寒暄，匆匆地将垃圾丢出门外。然而，当茱莉亚看到他的那一刻，那份莫名的异样感悄然滋生。终于在晚餐时分，维克多那愈发古怪的行为再次验证了他的猜想。看着茱莉亚和客人相谈甚欢，维克多心中的嫉妒与失落交织，紧紧地束缚着他的心。或许是在药物的反噬下，他开始了精彩的表演。只见他一遍遍地复述着电视节目中的头脑风暴，举止间透露着异样的疯狂，这让茱莉亚和好友惊讶不已。不曾想下一秒，维克多更是变本加厉。于是茱莉亚气愤地离开，维克多见状便上前安慰，本以为他会到此为止，没曾想他非但不停息，反而不礼貌地敲打好友的头部。朋友被他的行为惊呆了，以至于失手将维克多推倒。幸好茱莉亚出面阻止了即将发生的矛盾。就这样，本该温馨的晚餐却因维克多的怪异表现戛然而止。可生活往往充满了曲折，现实也往往会给人带来戏剧性的转变。随后他立刻去查看了药物，可翻找垃圾桶却没有任何痕迹，但他未曾放弃，最终在屋外的垃圾堆里找到了维克多使用过的药品。于是他生气地质问维克多，没曾想维克多却让他假装一切都没发生。 But you're not all right. You're sick. No. And we're going back. No. 看着神情慌张的茱莉亚，维克多说出了他的心声，承认了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谎言。其实病情一直在恶化，而这蓄意安排的一切，只因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茱莉亚。可近10年的病痛折磨，让他对生命既渴望又绝望。而他所有的策划与隐瞒，不过是想与心爱的人共度平凡时光，然后默默地走向生命的尽头。然而，令维克多想不到的是，即使茱莉亚已全然相信了他病愈的奇迹，但每天早上他都会确认维克多是否活着，每天都会在意他的吃喝拉撒。当他全心全意地倾注自己的爱给维克多时，却未曾料到这一切竟是一个谎言。这无疑是对他深情的无情嘲弄。他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。于是他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充满欺骗与心碎的地方，可心中对维克多的牵挂却未曾削减。随后他拨通了维克多父亲的电话，并告知了维克多的所在。尽管他亲手击碎了维克多的梦，尽管他悲痛欲绝，但他深知这是最好的选择。维克多的父亲闻讯便心急如焚地连夜赶到。面对儿子的选择，他深感自责与无奈。最后在他的恳求下，维克多假装答应回医院继续治疗，实则心中早已酝酿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可离开前，他要求参加晚上的派对，希望能再见茱莉亚一面。父亲见状也只能应允。很快夜幕降临，为了见茱莉亚一面，维克多早早地来到了现场。当他看到茱莉亚在好友的陪伴下抵达现场时，心中的失落与不舍顿时涌上心头。由于难以承受分离之苦，维克多随即准备离开，谁知这一幕茱莉亚尽收眼底，于是不放心的他也跟了上去。一番简短的告别后，茱莉亚诚挚地表达了歉意，可维克多却没有过多的言语，只是献上深情一吻，做了最后的道别，随后转身离开。然而茱莉亚还是从维克多微妙的表情中察觉到了端倪，接着从他父亲的口中再次得到了证实。I thought Victor was going back with you. He is, and to spend the night alone. 此刻他确认了维克多试图再次逃离的打算，于是他立马驱车疾驰而去。终在维克多收拾行囊的那一刻赶到。一番交谈过后，维克多坦诚了自己的恐惧与逃避，因为化疗的艰辛让他对未来失去了希望。面对如此绝望的维克多，茱莉亚毅然决然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意，并承诺将陪伴他共同面对抗癌之路。这份坚定的爱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瞬间融化了维克多心中的冰霜。直到此刻，他才意识到，唯有坚持治疗，才能为两人的未来赢得更多的可能。最终他接受了茱莉亚的建议。次日清晨，两人携手踏上了归途，共同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。